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那近日呢，中国著名导演冯小刚的新电影《抓特务》上映了。上映之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有2个争议点啊。第一就是票房塌房了。那端午佳节这个端午档期总共只有6000万人民币的这个票房收入。第二呢，就在上映之初，他请了这个韩红，也是该片的音乐制作人。那韩红在这个开幕式上有一段比较有争议的发言，他就是说请这个北京的父老乡亲带来支持。原话怎么说的嘞？就是走个面儿啊，走个面儿。您受累，您受累走个面儿。所以我特别幸运。最后一点就是，我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我奶奶就是在北京胡同卖冰棍的。我就想说，今儿还没首映，在咱们北京先放头一场，咱北京的兄弟姐们儿、爷们娘们儿，能不能给走个面儿？走个面儿，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儿，把这第一波的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我谢谢您大伙儿。这个话确实是有一定争议，因为普通人听了就是说，你在座的各位都已经是亿万富翁了，怎么还需要我们走个面儿呢？对不对？当然，所以就是说，这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而且，这个中国电影在2026年似乎是慢慢进入了一个寒冬，就是票房啊各方面有下滑的趋势。所以我们今天就非常高兴，请到了这个知名的媒体人石山，还有这个著名的演员。这个《雍正王朝》，哎呀，这都是老黄历了，指定找我来聊这个冯小刚电影，而且石山大哥又在，所以我们一定得走个面儿，是吧？对，走个面儿，对，走个面儿，聊聊这个事儿，挺好玩，这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票房不好啊，十有八九和它这名字有关系。没错，你抓特务，你抓谁不好，你抓特务，而且在现在这个政治氛围下，对，我当时一看这个新片，我说抓特务，我就说这片儿肯定完蛋。老百姓谁还愿意？中国人现在谁还愿意看你抓特务啊？现在你不去搞生产、搞经济，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失业率那么高，年轻人找不着工作，你还天天抓特务？你现实生活中你天天抓就抓吧，你电影里面你还让我们去看抓特务，还得掏钱给你走个面儿，谁凭什么呀？对他这个，我们在外面也不知道他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他在讲什么？他这个呢是这个。95年有一个电视剧叫做《无悔追踪》，你是不知道啊？我可能不知道，还不是你看过吗？没有，没看过。王志文演的，对，王志文和刘佩琦演的，编剧是史建全，讲的是49年以后一个北京大院胡同抓特务的事儿，以为那会儿是什么台湾特务嘛，偷听敌台啊什么的。冯小刚把这个剧本的版权买下来之后呢，还是这个事儿，但是呢，现在演员换成了其实挺大牌的胡歌、雷佳音，演员不错。说实话，这个冯小刚的制作班底的水准在那儿呢，灯光啊、运镜啊，挺好的。但就这个题材，而且特别有意思啊！你看，这个小说叫《无悔追踪》，他给改成叫抓特务，他抖了个机灵。冯小刚以为现在大环境是吧？这个党说抓特务啊，境外势力、反华势力那么多，咱也来蹭一下这个热度。他以为老百姓吃这一套。可是现在不是战狼那个时候，那几年前吴京拍战狼，你说那个民族情绪、爱国热潮，你还能赚一波票房，你现在还拿这个来说事儿，老百姓谁买你的账啊？对你还要抓特务，这个老百姓就烦了嘛。他这个以我看其他的冯小刚的电影啊，我看的也不多，但是他总是有一种反讽的这个东西在里面。他起抓特务这个名儿。是不是意思就是他也想在里面这讽刺一下，还是反讽一下？片子我没看过，但我现在看到网上的这些评论啥没有，他确实就是想蹭一波，就认真去抓特务，还真有特务热潮。对，他就是想蹭一下现在中国大陆的主流的舆论的这个风潮。他以为百姓吃这套，他以为靠着这个名字抓特务，他抖了个机灵，你就叫无悔追踪，可能票房比这个还要好。对，他就叫个抓特务，他以为百姓这个能给他就买了单了，票房他就能赚一波啊，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冯小刚这个是这样，你想他以前最早从这个贺岁片97年的甲方乙方开始一路走过来，他最早能火呀，就是他片子中有一些针砭时弊的，对，有一些对社会这个阴暗面有一些嘲讽鞭挞，对权贵有一些嘲讽鞭挞，对。
百姓觉得爽，觉得好玩，觉得有意思，加上金圈那个幽默，王朔的剧本的这个又写得好，是吧？对，哎，他起来了。但是他走到现在呢，本身他的创作力也江河日下。那再一个，这个老百姓也不吃这套了，他还要这么抖个机灵，结果就造成了这样一个惨败。再加上韩红那个走，大家就会觉得就是你凭什么走个面啊？而且还有一点。这一次这个冯小刚票房扑街扑街是吧？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冯小刚在他当年这个风头正劲的时候，颐指气使的时候，这是正当红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那是2017年的时候，他那年拍了个什么片子，那个票房不太好，结果在电影节上他说为什么我的票房不好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中国的观众啊审美品味太差，不识货，不识货，为什么呢？因为垃圾电影太多。垃圾观众，哎，对，垃圾观众造就了垃圾电影。他就这么说，你把观众称为垃圾观众，你想那个时候，然后你风头正劲的时候，别人就不说啥了。你现在好，你的票房不行了，你现在求我们走个面给你看，我们是垃圾观众吗？我们凭什么要给你捧这个场啊？他其实这个太骄傲的、太傲慢的这个话，刺伤了很多老百姓的心。所以。冯小刚是当年这些，包括他过往的一些很多这个出格的言论，造成了他伤害了很多老百姓，伤害了很多观众，于是这个时候观众就不买账了。哎，韩红也是，韩红她在这个很多之前过去有很多争议嘛，对，她也比较敢说话的一个。再一个，韩红她有一个问题，你知道网上有很多这个段子啊，韩红去哪演出，去哪站台，她就说我是这儿的人，她去成都啊，我生在成都，我是成都人。他是生在西藏的昌都市嘛，他到了北京啊，咱北京人，咱老少爷们儿，你又不是北京人，他是在北京待过，但你不是北京人嘛，就他有这个，他到了哪儿，他为了宣传的效果啊，为了可能票卖得好，为了他这个演唱会怎么样，他就把自己说我是这个地方的人，网上有一个集锦，把他到处说我是哪的人的牌全放在一起，到底说韩红你到底什么地方人？他去台湾会怎么说？哎，对，这是个好问题。就是加上这些争议，导致他这次一出来说，哎，咱老少爷们儿北京人，咱受累，咱走个面，底下这个一传出去，老北京人就不干了，你又不是北京人，凭什么你是凭谁给你走个面啊？哎，就其实是过往的积怨导致了这次票房的这个差劲儿非常差。其实啊，冯小刚说这个老百姓垃圾观众什么，其实不是缺好电影，或者说不是观众不识货。你知道这次和这个冯小刚这个抓特务同期上映的有一个很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叫这个阿莫的情书，1400万的制作成本，票房你知道多少吗？18个亿。我天，哇，那很厉害。你这冯小刚投资3个亿，又是胡歌又是雷佳音，票房7000万，6、7千万，就彻底完了，扑街的厉害。因为电影票房是这样，你投资几乎要乘以3，你才能赚。投资额乘以3你才能赚，乘以2是打平，乘以3小赚一点。哎，人家1400万的这个成本，18个亿那赚了，而且没有大牌演员，对，谁都不知道这个片子一开始放的时候，口碑嘛，靠口碑这么传，大家都去觉得这个片子好的去看，所以不是观众不识货，是你没拍出好货来。这个最起码的一个。别人那个阿嬷的情书啊，是用潮州话，还是方言？哎，潮州话，因为它就是潮汕地区的事儿，所以它就大量的都是用这个当地，这个地方性，就是它的特点。对，它的这个特色就体现在这儿啊，民族性就是现在中国的那个电影啊，有时候你看他演什么香港的什么电影啊。那个或者广东人一上去，一口正宗的新华腔，你就觉得哪儿别扭，你就觉得不舒服。这个事儿假，对，你就很有问题。对，你看，其实很多方言演的那个最早那个疯狂的石头，对，重庆话、四川话火得一塌糊涂。其实这个电影是这样，你真的要反映百姓的这个痛处的时候啊，故事讲得好的时候，你知道过往很多像这个《驴得水》看过片子没有？开心麻花很多片没有宣传，小制作小成本，包括最早那个前几年徐峥的那个我不是药神，成本都不大，但是故事讲得好，戳动了百姓的这个痛点，你看票房非常好。对，我觉得冯导他应该不能怨观众，你得看看自个儿哪里做错。我觉得他
走不出来原来那个东西了。因为他拍的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往前的，都是怀旧的。你看他自己拍的，像《芳华》也好，或者是这个现在这个叫什么抓特务，抓特务也好，都是感觉都在文革以前。那个时候的人的心态和这种就是共鸣吧，和现在人完全是两回事儿了，完全是两回事儿。那我们这一代人啊，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比如90年代，甚至2000年这刚刚过的时候，这帮人都是出去娱乐的这个主力哈，这一批人的心态跟他们是合拍的，对，就是他拍的电影，不管是什么甲方乙方啊，不管甚至包括芳华啊，芳华啊这种是有共鸣的。他背后的笑话，他的那个幽默都是有共鸣。所有的幽默，它的最底层的逻辑都是冲突，对，都是冲突，矛盾，都是这个矛盾。所以你上面建筑的东西，别人不理解你下面那矛盾是什么的时候，你是笑不起来的。比如我听到抓特务，我就心里面会想，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可笑的地方。因为如果你是讲50、60年代或者之前，那抓特务的事儿太多了，是吧？那个，我们自己都搞笑。你看我们的朋友经历过很多这种，经历很多。我有朋友，那个在街上看这个人长得像特务，为什么呢？这有颗痣上面还有个毛，这肯定是特务。为什么电影里就是这样的嘛？所以就组织一帮人跟踪这家伙，跟踪以后就发现他呢在街上捡报纸，捡了报纸以后就回去了，然后就组织一帮红小兵、红卫兵，啪冲到他们家去了，要把他去说他是特务。为什么呢？因为他捡了一张参考消息，参考消息是内部刊物。哎，是不是？你干什么？就是冲去一看，别人捡破烂的，一大捆准备卖破烂的，就搞这种笑话，就类似这样的。就我们那个年代能明白我们那个东西，对，所以他是有这种冲突啊，有这种就是理解，他有生活。你知道这现在的这批人还没有啊，现在的消费主力，我就说70后、80后以后，你是对那种感觉就越来越少了，不理解了，对。你到了你们90后以后，那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啥呀！我一听这片名抓特务，就是我看他干啥呢？对呀，你看到这个片名，你觉得这个故事会讲什么东西？我觉得抓特务，首先我觉得这个片名都特别俗，抓特务，就是感觉是这个小学课本上的这个名字一样，就低俗，就对，然后我就不喜欢看。这是冯小刚他们这一代人的特点，他就很高尚，他一定要把它搞得很低俗，就是这个大家就觉得解气，就是我是你爸爸，王朔也是，王朔他都这路子，对，就这路子这样，要不然的话，现在人就是明明是个抓特务的骗子，是吧？什么叫什么谍海惊雷是吧？对，我们要起个这样的名字，对不对？风声，哎，对，他们刚好是反过来，他们那波人刚好是反过来。你说到这个，你知道我还想到一个什么事儿啊？就是这个洗脑。中共的洗脑，中共的洗脑是非常成功的。我就跟你们说一个事儿，我自己经历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从小成长过程中啊，我觉得我是个特别清醒的人，特别特立独行的人，有一个特别自我的判断的人，谁的话我都不听。我从小长，我爸的话让我干什么，我都得我自个儿分析，我要走什么路，我将来要上什么，想做什么工作，走什么专业，我得自个儿说了算。而且我从小就讨厌新闻联播里的，就是从校长到什么国家的这种宣传。我说你凭什么告诉我要怎么做？我会自己判断嘛。你只要告诉我，给我一个这个正常的生活环境，我自个儿走我自个儿的路，我自个儿分析对和错，好和坏。所以我从小就觉得我是个特别有自己分析能力、有独立判断的人。但是我做了一个什么事儿？你知道啊？我刚到北京94、95年的时候，有一天我经过那个东单，那时候呢，北京大型的改造，把一些好多旧的宅院拆掉，四合院拆掉，盖好多新楼嘛。所以东单在挨着长安街那个路口呢，有一片残垣断壁，正准备拆，准备盖。那个墙根下呢，老坐着一个乞丐要饭的。有天我经过那儿，围了一堆人，我干嘛？我过去一看，几个外国人，金发碧眼的，拿着照相机要拍那个要饭的。那要饭的不知所措，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那个一个外国人走过去啊。在他碗里啊放了一个20美元，那个时候中国人没见过美元长什么样，但是一看呀，外国钱写着20，那你放个20块人民币，他这一天都赚不少钱是吧？这个要饭的嘛，
那个老外意思是我给你20块钱，他也不会讲中文嘛，就连笔带画说你坐这不动，我拍张照。这个照片后面呢带着残垣断壁，后面是中国盖起来的新楼，这边是长安街的车流。你知道我经过看到这一幕，我脑海中立刻想起什么呢？就共产党不是，就共产党宣传的是这个西方敌对势力对拍我们中国的阴暗面，看拍中国的我们社会经济发展了，我中国富强了，你还拍乞丐，拍残垣断壁，拿出去宣传，你看中国非常穷，非常落后。我当时脑子就是这一念，这帮外国人出去要造谣，要损害我的祖国，抹黑我的祖国，我的大好山河的，这脑子真是共产党宣传那一套嘛。然后我干啥？我立刻一个箭步冲上去。我当时脑子又冒出什么黄继光、董存瑞民族英雄，我冲上，我得阻止外国人暴露我们祖国的这个是吧？我英文要不行，我冲上去我说 stop， 我当时说 stop 我忘了，我喊了一嗓，大喊一嗓子，那几个外国人吓一跳站着，然后走过去，我把那个要饭碗里那个20美金拿出来，啪扔地上，然后从兜里啪拿出钱包，我那会儿穷了吧唧的，哎，拿出50块人民币。不少了，50块钱，相当多的钱。要饭的一天都要不那么多钱的。94年，94年、95年啊，一个月才赚几百块钱。我当时还是穷学生呢，在北京上学哪有钱？哎，我就那种脑子热了，这一下子一股热血冲上的脑门，就这劲儿嘛。拿着50块，啪放到那个要饭人的那个碗里面，跟那个要饭的说：“赶紧走，拿着钱赶紧走。”那要饭的不正不知所措，你看一个傻瓜跑过来给我50块钱，拿着咱走了。我转过来把那20块钱捡起来，冲那个外国人扔过去。我说我又不会讲英文，我说 go， 赶紧走，滚蛋啊！我当时就觉得我在维护祖国的尊严。我当时就脑海中真是就觉得我是个英雄一般的啊，这不就洗脑吗？我还以为他捡起来20块钱自己拿走。我想了一下，犹豫了一下，我去哪对去啊？麻烦，周围的人鼓掌啊。哎，外国人一看，吓得你拿着钱走了。对，我回家的路上，我一路觉得自己今天做的真棒。若干年后，我回头想这事，我就哎呦，我就想说什么，这个中共的洗脑如此之成功，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啊。而且我当时那个6.4那个事儿我知道了，我对共产党没有任何好感，可是我都被他潜移默化的洗脑，做出这种愚蠢的行为。我不觉得愚蠢。我说句心里话，如果是我可能也会这么干。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干过。我们其实就跟那个也是大院的，其实就是跟那个冯小刚他们王朔、姜文这帮人，哎，对，是一样的人是吧？就一样的人，我们干过坏事也差不多，都性质都一样的。打群架，对。打群架什么这个为追女生什么这全是这个小事。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我们在广州，1988年，大陆和台湾刚刚开始开放，有一批老兵啊回去，他们都是从香港啊什么就进到广州，然后去坐火车，然后回以前的乡下去看嘛。当时是有文件的，说还要怎么照顾他们这帮人。后来我们有两个朋友，就是都是坏人啊，都是坏人，都跟我一样。说这台湾人拿什么证件不知道，走，跟我来。过去，那台湾的挺老实的，他们也挺紧张，刚回到共产党的地方，坐那沙发上，过去，你们台湾来的，台湾来，证件，每个人都把证件拿出来，啊，看看长啥样啊？没什么，反正然后就走了，就这么干这事儿，你们没把人家没收了。就是你说这干这种事儿，反正这年轻的时候你是特别喜欢干。就是你脑海中，你确实是上小学、初中、高中，他宣传那东西会潜移默化在你脑海里。你说说到电影啊，你说那个《芳华》，那是冯小刚的《芳华》，我小时候就在部队文工团长大的，然后里面的每一段音乐，都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的某一个经历。它里面所有的音乐，包括草原女民兵，洗衣歌，沂蒙颂，哎呀，这都是刚好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我们12、13岁的时候，天天就灌这个音乐，听啊，我都知道它所有的前后的情节，包括这红色娘子军每一个段落哪一场该谁出场了怎么样，
有那个样板戏，你们不知道，你说出上句来，我还看过呢。你说出上句，我就能接下句。我们这伙人，你说洗脑，那洗的那是。那姜文的那个《阳光灿烂日子》，我也天，《阳光灿烂日子》，我和我太太在香港啊，做的那个93年那时候嘛，香港没人看，因为看不懂啊，就看不懂，谁看得懂？看不懂，没人看，根本没人看。香港整个大一个剧院，6个人，最前面2个人谈恋爱，缩在角落；最后面俩人缩在角落，就我和我太太坐最中间，我们2个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哈哈大笑。香港人很奇怪，你笑什么呀？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个人从那个墙上往下跳的时候会喊一声“瓦西里”，你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不知道。然后那个朋友就把他拽起来，他还说。告诉列宁同志，那全是文革的语言。1912是吧？1918，对，全是文革，苏联电影，就是嗯它完全都是这个东西。对，致敬那个时代。就是你在那个时代我看电影也很有感触。虽然不是我生活的我那个年代，但是你看他后来到90年代，包括他成长这个打架啊，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我们那代人也就是那个影子他还在那儿，而且那些红歌也是从小爸爸妈妈家里面放录音机都听到了。对。所以你会听到那段音乐，你的记忆会立刻回到那个时代。所以这个电影必须是一个时代的共鸣，对，时代共鸣。我记得以前有个抓特务的电影，叫《黑炮事件》，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那个就非常好，你也没听说过？没听说过。黑炮事件就非常红。有一个改革开放刚刚出来，买了一套德国设备，一个工厂，然后这个德国设备，这个德国商人呢，有个工程师要帮你安装设备嘛，然后。这个安装的时候呢，这个就有一个他们的知识分子就去陪他，这个知识分子啊就喜欢这个，下象棋，就是他这住酒店的时候呢，就象棋丢了一个炮，就那黑色的炮，不是有红有黑嘛，丢了个黑的炮，所以他就打了个电报给这个酒店说，黑炮不见了。请你帮我寄回来。这个呢，就给保卫科，他们是大的这个国营企业啊。他说这什么意思？然后就开始公安局啊，就部署啊，跟踪啊，就各种各样。最后，因为他还跟外国人有联系嘛，对不对？各种跟踪就抓，搞到最后。闹了很多笑话，最后才搞清楚那个炮原来真的是那个下象棋那个炮。这个片当时特别火啊，特别火，都看过。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能够引起共鸣呢？因为我们那帮人就是那个时代过来的，就天天抓特务。我们从小只要是国产电影，一定是抓特务，跟特务有关，要不就是阶级敌人，对不对？阶级斗争为纲嘛，一定是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到现在的年轻人哪有？不太可能了，是不是？对，我们节目赞助商这个韩国黑参，我们这个特务虽然抓不到，但可以抓一个黑参来吃一下。对，玄宝黑参9蒸9曝，就是我们大陆人讲9蒸9晒，对，是吧？每蒸一次，每晒一次，就深度加工一次。然后它关键是人参里面这个叫什么皂苷嘛，还是皂带啊？皂带。哎，这个呢，它的分子是这个比较大。经过9蒸9晒以后，它分子会变小，所以人体比较容易吸收。一个黑参，同样黑参呢，它的吸收率大概可以达到80%左右。你知道的，参有白参有红参是吧？然后这个还有黑参，都是经过不同的制成啊。一个黑参的这个吸收率大概比红参要高6倍左右。就是红参只有15%啊，吸收率，所以这个黑参确实好，尤其是关键是也不上火了。对，我们现在这个黑参呢，正好有一个活动，就是您如果消费满500，会获赠一门这个一根黑参啊，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这个官网，然后输入我们这个优惠码来选购您喜欢的这个人参的产品。对，你优惠码在哪？优惠码会打在屏幕上，在屏幕上。OK。咱们那个，你这个见到冯小刚，你可以跟他讲，别上火，别上火。说到这个见到冯小刚，我见过张艺谋。张艺谋有一次就说到这个电影啊，这个冯小刚，其实他应该学一学张艺谋，当年有一个片子叫《活着》嘛。活着，对，活着。张艺谋呢，2004年他不是之前拍了一个叫《英雄》的片子。然后呢，
2004年的时候，哥伦比亚公司呢，这个帮助张艺谋在海外推广《英雄》这部片子，安排张艺谋在纽约、在美西、美东接受很多采访，联系了很多讲中文的媒体、讲英文的媒体，也联系到我们了。我们当时刚成立3、4年吧，找到新唐人，当时是我采访的他。那天啊，张艺谋就来到我们演播室。这个那天可能是他到了美国啊，放松啊，自由嘛。而且我采访的时候，我可能这个也比较谦卑吧，问的也非常那什么，他放得非常开，他讲了很多，我当时听的都他敢这么讲？那次采访完，他马上就说：“哎呀，说我今天啊讲嗨了，跟我们讲，跟我们那个头讲说我们讲嗨了。这个节目啊，您把关，把我讲的过分的话您给剪了。”回到酒店当天晚上，我们就剪。当天晚上他又打电话过来说：“哎呀，这个片子要不然你们就今天这采访你们就别播了。”他说：“我怕给我找麻烦。”后来这个片子我们一直就没播，确实是怕给他找麻烦。现在算是比较地道了，你们。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再讲也没事了啊。这个张艺谋的地位这么稳固了，是吧？对。他当时就说，我在问他，我说您认为您这个拍过的电影是你最喜欢的啊？你觉得最特别好的是哪一部啊？活着。我跟你讲，其实每个人自个儿对这个好东西他是有判断的。对，我知道啥东西是扯淡，就拍了这个给国民党做宣传。我什么东西是我真的想去拍的东西？我说，我就问他，我说活着我们都看过嘛。我说您怎么那时候敢拍这个题材，而且能把这个拍出来？余华的小说到今天在中国都是禁书。对，他的电影现在也不能放。对，在中国也不能放。对，他说就是那段时间呢，邓小平南巡完之后。中国有那么几年，这个风气比较放得开一些，宣传口把的关比较松一些。他说就那么几年，这个剧本还审了过了，我还能拍，还能去戛纳参加电影节，但是后来就不让播了，不让放了。他说那个是我觉得是那段时间是我觉得是能够讲话，讲我心里想说的话的。那么一段时间，我拍了这个片子，他讲了很多。所以你看，就是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说。每个导演他自己心里面他是知道，他有他想说的话，冯小刚也有他想说的话。抓特务肯定不是他想说的话，是他想赚一波票房的话，结果就扑了街了。如果你真的拍你想说的话的东西，像那个姜文拍《阳光灿烂日子》也特别好，是吧？就后来拍那个叫什么那个，忘了名字，子弹飞，让子弹飞，对，让子弹飞，是吧？他有他想说的话的时候，他就能够获得观众的共鸣。站着把钱赚，对你这样就能把钱赚了。他说了观众想说的话，对，想说了观众想表达但又不敢说的话。对，这个他是观众想说，不敢说，对你表达出来，大家开心。观众想说，不知道怎么组织，这个感觉到这儿了，你把它给说出来了，说到点儿上了，哎，对，你就能很痛快。对，所以在这我要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你不是要讲这个抓特务吗？咱们看看人家外国人怎么抓特务的。有一部非常棒的电影，人家一问啊，说你这个推荐哪个电影，我脑海中立刻想起这个片子，是2008年的一个德国电影，拿到了那一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叫《窃听风暴》。窃听风暴，对，中文翻译叫《窃听风暴》，可不是香港也拍了同样名字啊。大家找的时候可千万别找着那个了，是个德语片子，英文叫做《Lives of Others》。窃听风暴。Lives of Others。他讲了一个什么呢？当时不是这个东西德的时候啊，冷战的时候嘛，东德是共产主义嘛，西德是。然后呢，东德呢有一个情报员窃听一个自由派作家，按照现在话讲就是一个意见作家，意见领袖，对，偷听他的生活中的各种，在整个偷听的过程中呢，这个特工啊，良知迸发出来，人性迸发出来，他觉得这个人做的都是很好的事，追求自由又很善良。反观他的那些上司，他的同僚做的不要脸的事，流氓的事，就迫害人民的事啊，他就这个心理的天平发生了一个倾斜。然后呢，在这个最后这个情报人要去抓这个作家的时候呢，他就保护了他。这个情节我就不剧透太多，大家去看，非常好看，情节也好看，演的也好，拿到那年奥斯卡奖的最佳外语片奖。你看看人家抓特务是怎么抓的，你再看冯小刚，你就知道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对，这个关键是人性里面那种很深的这种冲突，你怎么样通过一个事件把它体现出来？是善良啊，表达人性的光芒啊。您刚刚提到活着，其实因为您刚才2位前辈聊到很多话题，都给你有代沟是吧？代沟，我是听，指定在这不讲话了，是不是？但是活着这个我是看过，而且是在大学课堂上看的。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我们老师
是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课要政治课，政治课是大学要上四门，然后每个学期上的不一样。我当时上的这门应该是就是马列，就是马列，就是马克思什么思想。但我们那个老师是偏自由派的。然后在课堂上给我们放活着，就是我们大学这个政治老师分2种，一种是特别红的，有的是比较自由派的，然后当时看着印象很深，但是看着很难受，难受是为什么？就是那个时代距离你比较远是吧？不是这么压抑，很压抑，非常人的命运你完全无法去掌握，去那种巨大的压力感，就是说。你像我们那个时候就讲究，不管怎么说，讲究个人奋斗，说你好好学习可以考个好大学，你好好工作可以有个好的收入，你努力你的生活是有奔头的。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就你的绝望的，你是完全对你的命运没有任何掌握的，你是在被巨大的时代面前那种窒息感、那种压力感，太难受了。对，游泳游得再好。这大泥石流来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对，一点用都没有。而且活着，恰恰这个有意思，他讲的就是49年共产党来了以后的这个前后人物的命运。对，经过历次运动，反右、土改、文革，到最后这个人物一次运动来死一个亲人，一次运动来死一个亲人，他整个走过来的那个过程，到最后那个葛优那角色，他最后一个人孤零零蹲在村口的时候，他这一生。就是共产党迫害百姓的这几十年呀，对，怎么迫害的嘛？没错。那个电影非常深刻。中国的其实要拍那个时代，现在还真的是缺一个，从这个大的层面、大的视角去看我们这个时代的。其实这个中国过去这100年发生的事情，绝对是这个波澜壮阔。你可以想拍很多电影，你可以想象，从我们还是留辫子。对，满清王朝100年前，对，然后到辛亥革命，突然，哇，光北京100多份报纸，成立政党，400-500个，然后北洋那个时代，然后再到这个北伐，这个蒋介石上，然后再到共产党，再到文革一下，我们现在看我们100年前的先人，我们像看外星人一样。你在美国，你想想，现在一个美国人说100年前1929年1920几年时候的美国人是什么？罗斯福，没有什么太大，除了穿着有点变化。对，你可以想象中国人这100年，翻天覆地的。我们小时候，我一点不夸张，我上大学拿个收音机，小收音机，偷听美国之音是吧？在这个出去实习的时候啊，绝大部分农村。农民没见过，这什么东西？没见过。你现在中国基本上所有人有车啊，有电冰箱啊，这才几十年啊，对，所以这个变化是巨大，对这个社会冲击是巨大，背后的人性的冲击，各种各样的冲击，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太多了。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你要把他的家庭的这个历史理出来。都是一个百年孤独历史画卷，就像《百年孤独》比那个百年孤独要精彩太多了，只可惜啊，共产党把这个自由这个闸一关，对不起，你们只能写我想叫你们写的东西，所以就出不来。将来有机会把这个不用100年了，你就几十年的这些人性的这种变化，你写写多有意思呀！真的是。很可惜，就是中国人没有。你想，我一直认为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崛起，首先是精神上的爆发。这个崛起就是欧洲，首先是这个文艺复兴，它必须有文艺复兴，才有后面的工业革命，才有后面的整个这个现代文明的在开始。中国人也一样啊，中国人如果没有春秋战国那个时候。那个百家争鸣的那个时代，那种爆发的时代，后面怎么可能有汉唐那样的这个盛世呢？包括罗马也是没有早期这批希腊的这批学者这种爆发，
也不可能有罗马的那个东西。其实我们看人类全是这样的，所以中国现在想要抱共产党是把所有这个压在这儿了，压死。对，他在谈崛起，我觉得是个笑话。对，我真的觉得是个笑话。不可能。对，就只能够天天的抓特务。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到了一个就是临界点吧。对，到临界点。等一旦爆发起来，等中国这个共产党垮了以后，整个中国民族复兴，但是真正的复兴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没错，没错，这因为这个文化的这个底蕴在，对历史的这个精髓还在，厚重感还在，还有智商也够高，对，这个一定会那啥的。对，窃听风暴这个啊，如果你是一个从一个集权社会，像中国这种社会，你出来的人，你去看，你一定会有很多的共鸣，很多的感触。没错，就是你虽然在一个大环境是一个被压迫的、不自由的，但是你是一个作为一个个体，你是一个个人，你是有血有肉的、有良知、有灵魂的，你会有独立的思考，你会对一件事情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我觉得这个片子会让很多人感动，就在这。还有一点，你刚才说那个政治老师那个也是，我很多这个为什么后来很叛逆啊或者怎么样？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政治老师就是个自由派的，他在课堂上啊，先照本宣科，因为考试的题讲完以后，他就开始讲黑格尔，讲费尔巴哈，这些名字我都从他那听来的，讲这个欧洲在这个思想觉醒运动中诞生的很多大的那些思想家、那些哲学家啊，讲了很多他们的东西，而他就公开就说这门课就是给你们考试用的垃圾，考完试扔掉，不要再看。有这种就是中国的民间还是有一些这样的有脑子的。现在这种已经没有了。真没有了。现在课堂上有摄像头，而且每个班里面都有这个线打报告的是吧？打报告的专门安排的，现在已经没有。我们那时候就是你知道，你们那些老师，最大可能就是80年代毕业的学生。对，对不对？差不多那个时候。因为我是79级的，我们是80年代初上大学的，我们那个时候比你们那个厉害。对，我们那个时候那老师上来讲课，那个也不是讲课，做一个大报告，几百人的那个，我记得印象极为深刻。他是正要讲，团委的录音机啪一摁那个大牌的那2个磁带，对。然后他说他录音我就不说了，他说同学你把报纸拿来，我就读报纸呗。那下面的同学真的把报纸给他，他就打开，所有学生就起哄，一边跺脚一边喊团委滚蛋，就是这种喊。那人就把他拿走了，拿走了以后，这个老师就把那张报纸往地下啪一摔。我跟大家讲，共产党是乌龟王八蛋。这是我们那个年代讲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8964那个情况，就是那一代人呢，是经过文革这个折腾以后，它是一种爆发，就是一个小爆发了，不能说大爆发，但是影响到后来几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后来很多事情。现在中国很多做生意的、成功的很多这些知识分子。其实都是那个年代受到或者受到那个年代巨大影响。我们看有可能中国现在这个习近平把这个一拴，这个自由要碾死，他觉得自己有这么大力量，其实我是不相信的。对，我是不相信。人心是不可能被碾断的。一定，所以还是要怀抱着希望。对，怀抱着希望。所以我们最后的建议是，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窃听风暴》和张艺谋的《活着》，了解一下这个中国和西方在面对共产主义或者是这个集权制度时，不同的人们的一些抉择和人性的挣扎。对，如果有钱，别忘了这个陪审。好的，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